而丹神塔弟子们眼中流露出敬畏之色，齐声高呼：“拜见塔主大人！”声音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震撼人心。而此时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长老站在众多弟子的面方，步履沉稳，声音深沉而有力：“尊兄，塔主大人！”恭迎顺利出关。望着这么多丹神塔的众弟子，并没有大碍。塔主的目光充满着感激之色，看着灵动。这一次，如果要不是他的空间神符，恐怕他们都早已经陨落在金地天的手中。这一份人情也算是丹神塔欠他的，日后有机会必定还这一次的人情。除了众丹神塔弟子外，在这人群之中，还有来自各大高阶炼药师，他们都纷纷朝着塔主抱拳，而塔主也是抱拳回应着。这也是丹神塔强大的号召力。他们的实力基本上都是8重天位神和9重天位神的超级神奇，并且还有5大神阁之主的身影在人群中被塔主关注到。双方都是面带笑容示意，虽然他们都是超神势力，其中实力最强大的也就是灵神阁之主，但这一次却是站在了丹神塔这面，一同对战神奇联盟的强者。丹神塔自然也会感谢，甚至在今后期间，5大神阁与丹神塔有着商业上的合作以及资源上的共享，这对于5大神阁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特别是5大神阁之主，他们的实力一直停滞不前，就是差点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的实力因为这一次为出手拦下神奇联盟强者的关键一击，也造就了不久的将来5大神阁也将会冲击准超神巅峰势力的名列。当然，其中的5神阁本就与丹神塔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他能享受到的资源只多不少。丹神塔塔主将目光投射在最后2道倩影上时，则是拱手示意，面带笑容地说道：“尊某感谢这一次丹神塔危机时，让的圣花殿殿主以及新任花仙子出手帮忙。今后我们丹神塔的所有资源也会与圣花殿共享，就算是需要神之9品的神丹，我也会炼制给你们。”在丹神塔塔主的心中，这一次要不是有这些诸神万界中的各大势力强者出手相助丹神塔，恐怕也不会为自己争取到一丝出关的时间。所以不管是圣花殿还是5大神阁以及那些号召过来的高阶炼药师们，在今日起他们都能够享受同等资源的共享。那就谢过丹神塔塔主的好意了。圣花殿殿主倒是没有拒绝，毕竟圣花殿也需要让众圣花殿弟子提升整体的底蕴实力，而且如今丹神塔中诞生出一位比大道主神还要强大的造化主神，谁不想攀一攀？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看到花仙子那熟悉的容颜时，萧炎也是迈着轻快的走到了花仙子身边，轻声道：“云玉，这一次你们怎么会来这里？”我们收到神奇联盟要入侵丹神塔，我就与店主2人立马赶来。毕竟如今你也是丹神塔的人，我作为你的……话讲到这里，云韵的脸上也是多了一抹淡淡的红晕，脸上挂着一丝羞涩，害羞的滋滋语语道：“女友自然要守护你身边的重要之人，而且我现在也已经成为大道主神，并且激活了自身的特殊血脉，拥有很强大的花仙之道，只不过目前还没能彻底的掌控，不然的话还能够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现在的我也可以与你一起并肩作战，与你一起分担你身上的重担。”听着云韵的话语，直接是触动了萧炎心中的那一份守护之道。本该自己守护身边之人，而如今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也反过来守护他的一切，或许这就是他们彼此变强的原因吧。云韵，辛苦你了。萧炎一把将云韵拥入怀中，心中自然知晓云韵这些年的不易。虽然她现在高薪亮丽，但其背后怕是付出了极大的艰苦。感同身受的萧炎更是理解云韵此刻的心情，在付出了诸多不易的代价之后，终于达到了自己期望的境界。当然，这也并不是寻常修炼者可以达到的高度。云韵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乃是她体内有着不同寻常极其特殊的血脉，而这道血脉就是她选为花仙子的重要原因。而花仙子就是能够激活血脉，开启花仙之道的一点。这个血脉的特殊，就连萧炎都感到吃惊。他们经历无数生死磨难，才达到了如今的高度。然而几十年未见的云韵，竟然也能够紧跟他的步伐，真不愧是萧炎的女人。然后两人感受着彼此身上的传来的温度，那种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被拉满。萧炎与云韵的爱恋也是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当年彼此都对对方都感觉，奈何萧炎与云岚宗有着过节，不然在那个时候，云韵就已经成为萧炎的女人了。虽然造化弄人，但是如今他们离开了斗气大陆，飞升大千世界，现在又在诸神万界相遇，这样的缘分真是少之又少。如果不是他们2人对彼此的爱意，或许他们也不会走到一起。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在他们的心中都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那道记忆也是从魔兽大陆开始的。拥抱了片刻之后，2人才缓缓地分开，但2人的双手依旧紧紧拉着，用最深情的目光盯着彼此，仿佛在他们的瞳孔中都看到了自己最爱的人。嗨嗨，此时5大神阁之一的5神阁之主看到萧炎与云韵有着这样的关系，则是轻咳了几声。听见有人的咳嗽声，萧炎的目光则是看向让他熟悉的身影5神阁之主。萧炎则是一脸微笑道：“5神前辈。”
武神阁之主对于萧炎与云云这样的关系也非常的理解，毕竟在这个世界中，强者或许都会被美人盯上，倒是并没有因为云云是萧炎的女友之事感到不开心。萧炎，多年不见，你的实力可谓是提升了许多呀，看来当年老夫的确没有看错你。武神阁之主一脸欣赏地打量着萧炎，武神前辈，我也只是侥幸罢了。萧炎谦逊的样子倒是很符合武神阁之主的胃口，后者当即一笑，然后继续问道：雪儿现在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她？在刚刚，武神阁之主在人群中一直寻找自己二女儿的身影时，却没有发现，便是询问了起来。吴雪现在在神冥界，之前与我们一同抵达神冥界之后，她体内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爆发，引动了神冥界内的法则。后来她也昏迷了过去，但是并没有关系，现在正在神冥界中休养，过段时间就能够苏醒了。萧炎也是将自己在神冥界所发生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在一听到萧炎他们在神冥界之中的所为时，直接不仅让武神阁之主感到震撼，就连现场的所有众人都纷纷为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感到匪夷所思，甚至难以置信。要知道，神冥界乃是存在于神界与世界，那可是大纣的上界，其中每一道势力都是神级般的存在，而且神冥界更是特殊的存在，其底蕴更是庞大无比，同样非常之神秘。特别是那位神冥界之王的通天司神，他可是站在造化极限的领域上，距离大纣传说的无上之境也就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踏足。不过这位神冥界之王的实力已经达到堪称是无上之下的第一人，在这样的一个神冥界之中，萧炎、灵动、沐尘三人还能够在神冥界内如此动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阻止了神冥界灾难的发生，直接是刷新了在场所有众人对萧炎三人再一次的认知。同时对于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天赋和实力有着绝对的信任，甚至他们都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他们三人将会走在更高的层次领域。一旁的丹神塔塔主在知晓了这件事情后，也同样在震惊的同时，对于他们三人的欣赏更加的浓郁了。一直以来，这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天赋卓绝的模样，现在知晓了他们在神冥界发生的事情之后，直接也让他们认识到了更强的萧炎、更强的灵动、更强的沐尘。雪儿的眼光果然准啊，没想到之前那么多神之天骄追求他都没有答应，到头来却是一眼看中了你，哈哈哈。武神阁之主此时也是已经将萧炎当作自己人看待了，脸上的笑容可一直没有断过，恐怕今后的武神阁也将会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第5道超神巅峰势力都有可能了。但是武神阁之主的心中却是逐渐的冷静下来，因为刚刚萧炎所说，吴雪体内似乎有一道神秘力量，而且那道神秘力量非常的纯圣。至于究竟是什么力量，其实武神阁之主也不太清楚，因为在武神阁之主的心中一直都有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就是有关于吴雪的身世。一想到这里，武神阁之主也将一直埋藏在自己心中很久的秘密与萧炎讲述了起来。萧炎，你刚刚所说的雪儿体内有一道神秘力量，引动了神冥界的法则，其实吴雪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此话一出，直接让的萧炎震惊无比起来，他也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的想法，可是此时武神阁之主竟然突然说出了吴雪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之时，他感到十分的震惊，仿佛这个事情根本不会存在于吴雪的身上。就连一旁的灵动和沐尘都感到十分的吃惊，虽然他们感觉到吴雪体内的神秘力量不简单，也无法让他们想象到是什么未知的神秘力量，但他们也没有往这方面的想法。直到现在，武神阁之主亲口所说吴雪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时，他们的神色也有着一丝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吴雪体内的神秘力量应该就是有关于她真正身世有着关联。雪儿果真不是你的女儿。此时10大神长老中的天地派系的5位神长老直接惊呼出声，显然他们此刻的内心也有着不小的波动。他们作为吴雪的师傅们，自然对于吴雪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当初他们将吴雪收为自己的徒弟时，看重的就是吴雪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着所有灵魂修炼者在他那个年纪都达不到的神境灵魂境界。可以说吴雪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灵魂境界就已经是灵魂境界中的最高境界，神境灵魂。此次从小到大，吴雪的神境灵魂修为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直至后来他的神境灵魂也开始蜕变成神魂之时，他对提升实力这一块就非常之快。别人修炼100年才提升一丝修为，可吴雪就能够在1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实力达到了其他修炼者需要花费近100年的时间都达不到的高度修为境界。